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9日晚间20点4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外围市场最近2天出现了2个交易日的反弹，这2个交易日反弹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它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它处在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悟空位置前面的行情当中，我们观测到了道指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最近一段时间走出了日线级别第2轮下跌西游当中的悟空阴线，在这个悟空阴线指引下比特币和以太坊同时出现了下跌。同时呢，道指呢这轮反弹也是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但悟空阴线出现之后，我们观察到前面震荡过程当中波峰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存在什么呢？存在筹码支撑，所以呢引发了道指这一轮的反弹但是道指呢，我们认为它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2根阴线，这2根阴线呢分别是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当前的反弹依旧在八戒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行情整体来看是反弹的，但是呢它的趋势是下跌的目前只是短暂的一个反弹的短暂窗口那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反弹过程当中今天道指的主连也出现了 0.8% 的反弹，那这意味着今天晚上9点半美股开盘之后会有一个高开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认为反弹和震荡还会继续在此条件下在外围市场回暖的情况下外围市场出现震荡和反弹的情况下为比特币的反弹也提供了温床。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目前来看从今天早上8点币安开盘的时间点到现在今天晚上8点47分在这个时间段呢，比特币的反弹达到了 9.31%，这样大的反弹呢，我认为构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在前面行情当中，我提到了一个下跌趋势反弹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目前已经来了。我们看这轮反弹和下跌呢，我们看从5月份开始从6月10日开始，6月10日开始下跌，跌破3万美金之后打到了17605低点之后建立了反弹过程。这一轮第一轮的反弹过程呢，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日线级别它没有完整的做到反弹幅度达到了 42%，42% 反弹之后，在8月19日这一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呢，在8月19日日线级别的阴线出现之后呢，行情走了一段震荡这一段震荡呢，我们管它的叫妖怪 K 线。悟空阴线和他杀死的妖怪走完之后，走八戒阴线，沙僧震荡阴线组我们看到这个沙僧震荡非常纠结，震荡了12个交易日在震荡过程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这个震荡直到走出唐僧阴线之后我们才认为它的下跌趋势有可能完成，而且这个下跌趋势和反弹趋势和第一轮的反弹趋势时间级别相互对称，都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也就是说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那目前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它的下跌过程宣告什么呢？宣告结束。因为我们目前来看今天9月9日的这根阳线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这个阳线出现之后，我们底部的这个位置再次确认我在前面很多期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反复在说19000美金到18000美金这个区间上会建立一个底部这个底部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回看之前的视频，它是从17605低点建立完之后底部它是一个不断反复确认的过程反复确认的过程。17605出现之后出现反弹，反弹形成波谷然后回踩再次确认不断确认那目前呢是第3次的确认这个底部位置
但它这个底部是不是真正的底部呢？我的学员今天还有对这个问题有疑问的啊。我再次说一下啊，必须要说一下，当前行情的反弹只是反弹，不构成反转。虽然我对比特币的反弹预期从它的低点18500美金附近到这个我的预期23000美金23500美金，有大概是25%的反弹空间。那目前的点位上看呢，还有这个12%到13%的反弹空间。但我认为这轮反弹只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因为这轮反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回补6月10号下跌过来的6月10号下跌到17605低点本轮熊市最低点它的一个缺口，而且这轮反弹是第二次修复这个缺口。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通过17605到25000美金，它是第一次修补那么从18500到这个23000美金附近23500吧这是第二次修复，然后行情还要打下来，重新回到19000到18000这个区间，然后再反弹上去，反复的进行确认，反复的对我们之前从3万美金跌到17605这个缺口把这个缺口进行秘密的缝合让我们认为行情在18500美金附近，它是一个底部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反复确认之后，最终呢行情会被打破直到跌到我们本年度给出的终极目标位10500美金附近你不要较真儿有可能是12000也有可能是8000也就是精确计算是10500我的精确计算是10500，根据的就是每轮比特币行情最大的跌幅比特币行情最大的跌幅都是在85%第一轮下跌要跌70%，那么我们这轮行情我们精准的预测到比特币跌到了2万美金附近因为2万美金呢是跌70%的这个到达了这个位置但是呢行情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插针的现象，跌到了1760517605是这轮行情跌了75%从最高点69000美金到17605是跌了75%超跌了5%，超跌5%之后呢，我就说行情会有反弹42%之后，我说这个结构出来了之后它还会下来，最终呢目前来看我们大方向是没有错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按照我提出的它的这个结构走的为什么我能做到呢？因为我们把这个 K 线吃透了我们从这个5浪上涨3浪下跌它的这个一个一维的思维里面跳出来了。我们目前的方法呢，主要是用一个二维的方法。二维方法中，我们提到了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关键性的连线一定会按这个这两个连线形成的三角形形成的笛卡尔坐标系这个面儿的结构里面走，然后在这个面儿的结构里面呢，会套一些细微的结构。我们从日线上观察到它正在走这个黄色线上边线是从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下边线呢是从6月份从6月份低点出现之后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目前正在这个大开口的收敛当中三角形当中也可以说是笛卡尔坐标系当中不断的震荡震荡完成之后，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将要在我们画出的这个紫色看图紫色圆圈这里发生跌破，有可能是焦点位也可能是近焦点这个区域上总之是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发生什么动作呢？发生跌落动作所以呢，目前短时间的行情来看日线级别出现了今天的这根大阳线，接近10%这么大幅涨幅的大阳线今天比特币是领涨其他山寨币有一些表现有一些表现，像这个 Luna 这个代币有一些表现，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以比特币的领涨为主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说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呢，它会出现一个轮动目前是比特币领涨阶段领涨
之后啊，它要有一段时间的上涨行情，或者说是反弹行情。但是呢，不排除啊，这个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它有一些回踩啊，不排除这些回踩。但整体来说，这根日线级别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对日线级别上就有什么呢？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走完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啊，到达$23,500附近的这个预期啊，也就是说，目前行情啊虽然是熊市，但是啊反弹来了啊，大家伙希望的反弹行情来了啊，反弹行情呢，可以做比特币，也可以做以太坊啊，也可以做一些山寨啊，它会出现一个轮涨的结构。所以呢，行情当中啊，像很多山寨啊，它没有出现暴涨的这种山寨啊，前期是热点的，我们可以做一做它的炒冷饭行情。啊，为什么要做这些山寨的炒冷饭行情呢？因为大家伙都喜欢什么呢？喜欢浪子回头啊！浪子回头，它涨幅是巨大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见证了啊，Luna 这个啊快速拉升了啊，300%吧，大概有啊。我们从低点看一下啊，低点到高点240%啊，对吧？这个炒冷饭行情啊是非常香的，所以呢。关注这些热点币种，有资金关注的币种，或者是目前没有资金关注尚在底部的币种啊，都是在这个反弹行情当中有一定机会的。然后我们看啊，以太坊的这个交易对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目前来看，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一个回调啊，这个符合了我们的一个预期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是出现了一个领涨啊，那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出现了回调，证明以太坊目前涨速是弱于比特币的啊，符合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啊。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非常接近于前高啊，所以呢，它这里面有可能出现一个持续的下跌。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本身的价格目前突破了什么位置呢？突破了3重压力位啊，这3重压力位分别是5月份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位于1650到1550这个区间啊，同时呢，以太坊以横带跌的这种方式横盘突破了$1650附近的这个周线级别。弧形的一个压力啊，这是很罕见的啊。这轮行情呢，从20年12月份啊，长达2年的接近2年的时间里，这个弧形的这个压力一直伴随行情。那目前来看啊，起码在日线级别上，它是以横带跌啊，突破了这个阻力。那么上方呢，我们看到上方的重要阻力就是在$1900到$1750这个位置附近啊，这个位置附近，这两个位置呢，分别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两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周线级别上周线级别上目前八戒阴线。它出现了2个标志性阴线8月15日的这一周出现了悟空阴线紧接着8月22日这周是它2个分别是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然后呢，本周的反弹把这个八戒阴线杀死了，同时呢，周线级别上出现了悟空阴线、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这样呢，它的上方就有可能由于比特币的反弹。由于比特币的反弹构成它的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细由，这样呢，我们就不强烈看空了把这个反弹的预期呢看到$1950附近这样呢，它能够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由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在$1900附近是布局空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特币的反弹目标我们看到23500然后如果比特币的反弹成功的话，反弹幅度是达到25%，以太坊的这轮反弹35%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同时呢，这里面我看到了以太坊确实是从8月29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样呢，在多头方向上，它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顶到169日均线附近
啊，同时呢也是一个白色线啊。本轮行情最高点4877出现之后，波谷连线啊连接过来的一个压力位啊，所以呢2000到1950这个区间上是有一个重要压力位的，同时也是一个重要压力线的附近，所以呢在这里布局空单是合理的啊。那目前啊今天啊比特币啊和以太坊同时出现了多头行情啊，但是呢作为空头的我军啊，为什么说是我军呢？因为整轮的行情当中，我都是建议大家去做空的嘛。作为空头的我方啊，更需要耐心等待行情出现合理的点位之后啊，再进场。但是呢，行情当中很多山寨啊是有表现的，特别今天表现抢眼的 Luna 这种代币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些的。那 Luna 目前涨速非常激烈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时线啊，居然拉到了，我们看啊。居然拉了118%啊！所以呢，这个 Luna 目前已经成为市场上最热的一个热点啊，那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观察它的反弹时间级别。那首先呢，我们看啊，目前在它的反弹过程当中是可以做它的一个小日线的啊，目前走在小日线的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呢有这样的预期的情况下，先做一个它的小日线的上涨啊，特别是可以可以搞一下它的现货合约是不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波动啊，今天的波动非常巨大啊，多空双方都容易出现一个爆仓的情况啊，特别是在小日线拉升110多的情况下啊，多空双方都容易出现爆仓，所以呢谨慎对待它啊。如果开合约建议是3倍到5倍杠杆即可。那如果是现货的话啊，可以等待它这个小日线啊，它会产生一些波动、一些震荡啊，调整完之后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啊，之后呢再考虑进场啊，做一下它的这个极端行情里面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